这个国家拥有 1.7 亿人口，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，每平方公里约1342人，比隔壁的印度还挤。它同样拥有全球最大的红灯区之一，即便被世界银行称为南亚奇迹， GDP 增速常年保持6%以上，但这个国家的百姓却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它的首都达卡一直是全球最堵、最脏、最危险的城市之一，在这里，月薪800块人民币是普通人的高薪。富人区却拥有恒温泳池和私人医生，而贫民窟的孩子在臭水沟边玩泥巴。这不是电影，这是2025年的孟加拉国。今天我们就撕开这个国家的表皮，看看它为什么一边高速增长，一边撕裂到骨子里。孟加拉国75%是冲积平原，3条世界级大河在这里交汇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亚洲粮仓，就像长江三角洲之于中国。但现实是，这里每年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占国土面积的20%到30%。2020年一场洪灾淹没了全国1/3的土地，200万人无家可归。更惨的是，上游的印度建了法拉卡大坝，旱季截流，雨季泄洪。孟加拉国成了印度的天然泄洪池，想谈判没门儿。印度是地区霸主，孟加拉连军队都只有14万人，拿什么谈？这里是全球第2大成衣出口国，仅次于中国。2024年服装出口额达470亿美元，占全国出口总额84%。听起来很牛，但工人工资呢？月薪约85美元和人民币600块，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，没有加班费，也没有社保。2013年拉纳广场大楼倒塌，1134名工人死亡，震惊世界。10年过去，安全标准提高了，但工资呢？10年只涨了30%。为什么不敢涨工资？因为隔壁的越南、柬埔寨、埃塞俄比亚都在虎视眈眈抢订单，孟加拉国唯一的竞争力就是更便宜。而孟加拉国90%的人口是穆斯林，但这里的信仰常常要向现实低头。你可以看到妇女不戴头巾上街，年轻人喝着家乡的甜奶茶，甚至在亚洲最大的合法妓院区坎达帕拉，2000多名女性在微弱灯光下等待下一个客人。这里不是地下黑市，而是政府默许存在了几十年的注册红灯区。联合国数据显示，全国性工作者人数在14万到20万之间，其中近1/5是未成年人，有些女孩9岁就被拐卖，12岁开始接客，她们不是自愿选择，而是被贫困逼到墙角。一次交易只卖3到13块钱人民币，一天接5个客人，勉强购买2顿饭。更残酷的是，堕胎在孟加拉是犯罪，很多人生下孩子却无力抚养，于是下一代又在同样的泥潭里长大。全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仅36%，全球倒数第15，超60%性工作者曾遭暴力或勒索，避孕套使用率不足40%，艾滋病感染率是普通人群的20倍。那么当地的政府为什么不取缔？因为在这里能收税，能管控，能维持表面秩序，这些比道德正确更重要。于是这个国家一边在清真寺里高呼真主至大，一边在巷子里默许最底层的女性用身体换一口饭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生存的妥协。当连基本尊严都难以保障，当女孩的未来不是学校而是红灯区，当青年的出路不是工厂而是街头，孟加拉国最大的优势人口正在变成最大危机。2025年，全国15到24岁青年超3000万，每年新增劳动力200万，但经济只能创造100万个岗位，剩下100万人去哪儿？街头闲逛，加入黑帮，偷渡海外。更可怕的是教育，全国识字率74%，但高等教育入学率仅18%。这意味着大多数年轻人只能做低端劳工，无法产业升级。而孟加拉国想学越南搞电子制造，也基本没戏。三星在越南有6万员工，在孟加拉不到1000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缺水停电，也没有合适的技术工人。当所有debuff加满后，只会让这个国家显得更为残弱不堪。孟加拉国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撕裂的预言，它是地理馈赠的一块神奇土地，却常年遭受洪水的诅咒；它是增长的奇迹，却深陷分配的困局；它虔诚信仰真主，却不得不向生存低头；它甚至撕裂在女性是母亲还是商品之间，只因贫穷，让信仰也有了价格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困境。当增长只属于少数人，
当稳定靠压制多数人，当未来被过去绑架，再高的 GDP 增速也填不满社会的裂缝。2026年，孟加拉国将脱离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，但1.7亿人的命运真的毕业了吗？也许真正的毕业不是经济数据的达标，而是让月薪几百块的人也能有尊严地活着，让贫民窟的孩子也能看到高楼外的天空。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咱们下期再见。